主内平安，各位弟兄姊妹们，我是穆恩。在这里，没有高高在上的老师，只有陪你一起探索真理的老朋友。今天就让我们放下生活的压力，一起走进圣经的世界。我的孩子，先把手边的事停下来。对，说的就是你。这不是什么演算法推荐，也不是随机跳出来的内容。我亲手把这段话送到你面前，因为有一件非常紧迫的事，我必须现在就告诉你，1秒都不能再耽搁了。把你的心收回来，安安静静的、专注的听我讲。因为这个时刻，在你吸进第一口空气之前，就已经被写进了你生命的蓝图。这不是几句随口说的暖心话，这是一场神圣的邀约，是我本人向你发出的召唤。我此刻正在跟你一个人对话，你接下来听到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，都是专门说给你听的。你曾经向我讨一个信号，这就是那个信号。你曾经怀疑我到底听没听见你，看没看见你，还有没有在你身旁同行。现在我要明明白白地回答你，听见了，看见了，也一直陪住你。我从未走开过，连一个瞬间都没有。不要抗拒这些话，也不要掉头就走。因为你若在这一刻选择硬住心离开，就有可能错过那份天上早已为你预备，即将倾倒进你生命里的祝福。就在这个此时此刻，我正在把你拉向我，因为有些东西我一定要亲手放进你心里。这些话会校正你的脚步，会修复你的创伤，也会推开那些常年锈死的大门。这段话携带助我的同在，它是活的，里面有天上的呼吸，而且完完全全是为你量身预备的。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对待它，也不要让外面的喧嚣、脑子里的杂乱，或者那些质疑的杂音把你拽走。留下来，认真听，把心打开，好好接收。这件事刻不容缓，因为属雷你的时辰到了。你正站在一道门前，正站在命运拐弯的地方。同样的契机不一定会以同样的面貌再次出现。我正用永恒的声音，用你救主的权柄，也用一个父亲的深情呼喊你。我不愿意眼睁睁看你继续漂泊，却没有把真理和盼望宣告在你身上。我的孩子，这件事等不了了，就是现在，就是这1秒。这是给你的话，是给我所深爱的孩子的话。再走近一步，让你切实感受到我话语的分量。我不是从远方朝你喊话，也不是天边某个遥不可及的回声。我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比你的呼吸更贴近，比你的心跳更贴近。我陪你穿越过每一道幽暗的峡谷，陪你扛过每一场你以为自己快要垮掉的暴风，也陪你熬过每一个你觉得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人的寂静深夜。我就在那里，一直都在那里。你或许感觉不到我，但我从未缺席，一瞬也没有。我看见那些夜晚，你的泪无声无息地湿枕面，身体疲累到了极限，心却怎么也按不住。我听见你在漆黑里低声呼喊，听见那些你连一句完整句子都挤不出来的祷告，因为你的心太沉了，沉到根本张不开嘴。我收存了你落下的每一滴泪，记录了你发出的每一声叹息，也把你每一个无声的祈求亲手呈到天上的宝座前。你也许以为没人在乎，但我在乎。你也许以为你的呼求只是消散在空气里，
但它们每一句都送达了我面前，从来不曾被漏掉。你还记得那些觉得自己被干气的时候吗？那些你怀疑我究竟在不在意，甚至怀疑我是否真实存在的瞬间。我的孩子，那时候我就站在你旁边，在你气力耗尽的时候稳住你。你之所以能撑过那些几乎把你压扁的暗夜，是因为我在你身边。我就是那只你看不见的手，在你虚弱到站不稳的时候把你拖住。我也是那个在你想要放弃时，轻轻在你耳边说再撑一次的声音。你能活到今天，不是因为你有多厉害，而是因为我与你同在。在你撑不下去的那些时刻，是我把你背了起来。你没有被遗忘。你要清楚知道，在创世之前，在大地根基还没有奠定之前，我就已经认识你的名字。我用自己的双手捏塑你，用我的心意和爱意安排你生命里的每一处细节。我把别人无法以同样方式拥有的天赋放在你里面。我使你成为独一无二的，被拣选的，也把你分别出来，为要成就一件只有你才能完成的使命。你从来不是意外产物，从来不是被忽视的人，也从来不是没有价值的人。即使整个世界想给你贴标签，即使旁人误解你，即使你身边有声音反复说你不够好，我依然用更洪亮的声音宣告我对你的看法，说你是我的欢喜。当我把光引进你的生命，我称你为我所爱的，也宣告你是属我的。从你第一声啼哭直到此时此刻这一秒，我都在注视你。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，无论是欢欣、悲慨、凯旋、挫败、困惑还是惊恐，没有一样逃得过我的视线。你被我完完全全的看见，完完全全的认识，也完完全全的爱住。我清楚你曾独自面对那些外人不知晓的征战，我清楚你藏在心底最幽深处的伤口，那些你对全世界掩盖起来，用笑容包装起来的痛楚。别人也许信了你的笑，可那抹笑从来没有真正抵达你的眼底。我清楚你吞咽过的失望，也清楚那些背叛的刀口有多深，深到让你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能力再信任任何人。我也清楚那些寂静无声的漫长季节，你朝我哭喊要答案，却只听见一片空旷。这一切我统统知道，但我从来没有转身走掉。我没有因为你的质疑就审判你，也没有在你软弱的时候弃你不顾。恰恰相反，我离你更近了。我俯下身来把你搀起，即便你当时没有认出那是我的手在拖住你。我对你的爱不是易碎品，不会因为你的失败就摇晃，也不会因为你跌倒就后退。我目睹了你最糟的日子，却仍然爱你。我看见你摔倒，却没有转身离去，反而伸手将你拉起。你的破碎吓不走我，你的不完美也赶不跑我。我的爱比你的羞耻更有力，比你的悔恨更宽广，比你的恐惧更深邃。你过去做过的，将来可能做的，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把你从我的爱里切割出去。你有时会在心里问自己，我真的被拣选了吗？我真的被上帝爱住吗？匪真的会在意我这种人吗？我的回答很简单，也永远不会改变。会，是的，千真万确。我在你选择我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，在你知道我名字之前就已经爱上了你，在这个世界还来不及告诉你你不配之前，
我就已经把我的爱盖在你身上了。我的爱不建立在你的表现之上，也不会随住你自我评分的高低而忽起忽落。我的爱稳固、不变、永恒。我爱你，因为我本身就是爱，也因为你属如我。当你破碎的时候，我爱你；当你迷路的时候，我寻找你；当你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我背起你；当你满心怀疑的时候，我依然信守承诺。我从未向你别过脸，也永远不会。我与你之间的约是用血立下的，是我在十字架上为你的救赎所倾流的血。那不仅仅是为了全人类，也是为了你。为了你这一个人，我扛下了你的羞耻、你的罪、你的屈辱，好叫你不必再独自背负。不要忘了，我的孩子，对我而言，你从前值得我倾尽所有，此刻依然值得。就在你听见这些话的当下，我正对你的灵魂轻声述说，你不是人海里一张平凡的脸孔，你是我的至宝，是我心头的喜悦，是我以歌声欢唱所钟爱的那一位。天上因祝你的存在而欢腾，因为你在我眼中是珍贵的，是尊荣的。我已经把你的名字镌刻在我的掌心，也把你的故事写进了永恒的册页里。你也许觉得自己被人忽略，但你从来不曾被我忽略。你始终在我眼前，也始终在我心上。当黑夜漫长，你觉得无人看见的时候，我看见你。当你献上那些你以为太渺小、不值得我留意的祈祷时，我全神贯注地倾听。当你走进那些没有人理睬你的场合，我用我的同在将你环绕。你在我眼中从来不是隐形的，你一直被看见、被认识、被深爱。我需要你把这个真理深深刻进心里，并且不要再被动摇。你是被拣选的，在这世上所有人当中，我把我的手按在你身上。你是为了此时此刻而诞生的，你的名字记在我的册子上。你有一个命定，有一条别人无法替你走的路。别人也许试图取代你，也许模仿你的呼召，但没有任何人能完成我为你度身打造的计划。你是我拣选的器皿，我要使用你，而那方式会让你自己都瞠目结舌。所以不要轻看你走过的旅程，也不要把伤疤当作失败的印记。那些伤疤是你幸存的勋章，证明你走过了烈焰却没有被焚毁，穿过了巨浪却没有被吞灭。你遭遇的每一场征战都在雕琢你，每一段沉默的季节都在教导你倚靠，每一次迟延都在为更大的事铺路。没有一样是白白浪费的，没有一滴眼泪，一声叹息，一个痛苦的深夜是徒劳的。这一切都将被编织进你的故事里。我要叫万事互相配合，使你最终得助益处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真诚欢迎你支持我们的频道。我们的心愿是传递喜乐，帮助更多人更亲密地靠近上帝。若你愿意同行，欢迎订阅本频道。我知道你内心深处仍在疑虑，你的祷告究竟有没有意义？你压低声音祈求，却拿不准那些话能不能穿过天花板。但你现在要听清楚，每一个祷告都已经呈到我的宝座跟前，每一句凭信心说出的话，哪怕里头夹杂住犹豫，我也全部听见了。我不会对自己孩子的呼求充耳不闻，
我侧耳倾听你的声音，并且会在我最恰当的时机回应。也许有些答复你眼下还看不到，但我正在幕后运作，正在布局，正在调动许多你暂时无法领会的事。信靠我，你的祷告绝不落空。你没有被遗忘，我的孩子，从来没有。从你还在母腹里的时候，我就认得你。我数过你头上的每一根发丝，在你还没有动念之前，我已经洞悉你的每一个想法。在你还没有张嘴之前，我已经知道你要说的每一句话。我了解你心底最深处的渴求，甚至那些你不敢启齿的，我都一清二楚。我喜悦你，你是我眼中的瞳人，是我面前的欢心，是我永不撇弃的人。所以把头抬起来，甩掉那些跟真理唱反调的谎话，拒绝那些说你不配、不被爱、被遗弃的低语。我现在亲口告诉你真理，而我的真理压过一切谎言。你被永恒的爱包裹住，你被拣选，被分别，被指名呼唤。你永远不是孤身一人，你没有被遗忘。我宝贵的孩子，现在我要对你灵魂最深的角落说话，对那些你向别人隐瞒，甚至想向自己隐瞒的地方说话。我知道你肩上扛住的重荷，知道那种渗进骨髓的倦怠，也知道深夜寂静笼罩你的时候，心里翻来覆去回想的那些问题。我知道那种时不时攥住你心口的孤寂，知道被背叛的痛像一道没有愈合的裂口，仍在隐隐作痛。也知道那些庞佛投进无底洞，听不见任何回声的祈祷。我知道怀疑的声音一直在你里面低语：费是不是忘了我？费是不是不管我了？现在我带住全部的权柄，也带住最深的温柔，告诉你，我看见了这一切，听见了这一切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你还记得那些你偷偷心碎的时刻吗？你在人前挂住笑，独处的时候却哭到无人知晓。我就在那个隐秘的角落里，感受到你灵魂的每一次震颤。我听见你的每一声哭泣，包括那些痛到发不出声音的呜咽。当你以为没有人察觉你内心的风暴时，我察觉了。当你以为自己在苦难里无人过问时，我正一刻不停地看顾你。我的孩子，我没有缺席，我正在拥抱你。即便你的臂膀已经虚弱到无力回报，是的，我看见了那些背叛。我看见你信赖的人掉头就走，看见本该温暖的话语变成刺向你的利刃。我看见诺言碎了一地。朋友渐行渐远，你倾注的爱换不回丝毫回应。我与你一同承受那份锥心之痛。当你的心在被拒绝的巨石下裂开的时候，我就立在你身旁。你问我，主啊，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？我的回答是，那从来不是为了摧毁你，不是为了贬低你的价值，也不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为了显明谁真正配站在你身边，也为了锻造你里面那些背叛偷不走的珍贵品质。你比那些攻击你的谎言更坚韧，你比别人在你身上留下的伤痕更贵重。你是属我的，没有任何背叛能改写这个事实。我也看见你迫切祷告，却好像石沉大海的那些日子。你祈求医治，供应清晰的方向，可是天空像哑了一样。我知道那种沉默有多沉重。我也知道，当你一天接一天，一月接一月，甚至一年接一年看不到突破的时候，心底堆积的挫败有多厚。我知道那些夜里你压住嗓子说，
主啊，你忘了我吗？你转过脸不看我了吗？我是不是在对住空气自言自语？现在我要坚定地回应你，我从未忽视你，也从未别过脸。每一个祷告都抵达了我面前，每一句话都触动了我的心。迟延不等遗弃，沉默不等于拒绝，等候也不等于惩罚，而是预备。想想那颗被埋进土里的种子，从地面上看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可是在泥土底下，生命正在成型，根正在向下延伸，根基正在稳固。时候一到，它就会破土而出，绽放它的荣美。这正是我一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做的事。当你以为什么都没有变化的时候，我正在加深你的根系，建造你的品格，预备你去承载我为你设定的使命的重量。如果你一开口祈求，我就立刻把所有东西都塞给你，那未必会成为你可盼的祝福，反倒可能成为你彼时还扛不住的压力。我太爱你了，不会提前把会压垮你的东西交到你手上，所以我让你等，不是要伤你，而是要装备你。是的，我看见了你的怀疑，我看见你质疑我的爱，怀疑我是否真的呼召了你。我也听见你心里的自语，也许我不配，也许非已经转向别人了。我看见你觉得信心像细沙一样从指缝间漏走，你拼命想抓住盼望，却感觉它正在蒸发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定你的罪，没有背对你，恰恰相反，我更贴近你了。我对你那颗疲惫的心说出真理。当你的信心摇摇欲坠的时候，我用恩典盖住你。即使你怀疑我，我也从未怀疑过你。即使你把我推开，我依然留下。即使你的手松了，我反而把你搂得更紧。你所经历的试炼不是惩罚，我不是那种乐见儿女受苦的冷酷父亲。我不以你的眼泪为消遣，也不拿你的痛苦取乐。我的心跟你一起疼，我的眼跟你一起湿，我的灵承担你的哀愁。但我容许风暴、沉默和征战临到，不是为了击溃你，而是为了塑造你。我容许火焰经过，是为了像提炼黄金那样炼净你。我容许狂风呼啸，是为了让你的根扎得更深更稳。我容许仇敌企图碾压你，是为了让你带住唯独我住在你里面才能赐下的力量重新站立。你曾经不明白为什么你的路这么崎岖，为什么拦阻这么密集，为什么有时候重担大到几乎令人窒息。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，因为我正在你里面建造一样永恒的东西。我正在移除那些不能持久的部分，剥去那些无法带你进入命定的表层。我正在锻炼你的韧性，教你学会忍耐，唤醒一种不依赖环境，而是稳稳扎根在我里面的信心。你已经不是试炼以前的那个你了，你更坚强了，更有洞见了，也更纯粹了。伤疤还在，但那些伤疤会成为得胜的印记，提醒你，你熬过来了，也靠助我胜过去了。如果你在主耶稣里找到了你的归属，就说，我属于你，耶稣，我的孩子，我从未离开你，一瞬都没有。即使你以为我沉默，我也正透过沉默向你说话。即使你以为我缺席，我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靠近你。即使你以为我丢下了你，我正在背负你。
我陪你走过幽谷，替你挡住、拦截、瓦解了那些原本足以吞噬你的风暴。你不知道我为你挪开了多少险境，你不知道我替你挡下了多少暗箭，也不知道在你还没踏进陷阱之前，我已经为你拆毁了多少圈套。你不知道，当你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，我是怎样在暗处撑住你。但我就在那里，始终都在。你所承受的痛苦没有白费，孤单在你心里凿出空间，是为了让你与我拥有更深的亲密。背叛擦亮了你的眼睛，让你能分辨谁是真正站在你这边的，谁不是。那些看似石沉大海的祷告拉伸了你的信心，使你有能力站在比你所求更大的神迹面前。怀疑使你谦卑，提醒你力量的源头不在自己，而在我。这一切都会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即便你当时看不透，所以现在你要听清楚，试炼不是惩罚，而是预备。你不是被淘汰，而是在被精炼。你不是被丢弃，而是在被装备。你不是被摧毁，而是在被打磨，为要成就比你从前见过的一切都更大的事。当你觉得自己不配，我宣告你是被拣选的。当你觉得被遗忘，我呼唤你的名字。当你觉得支离破碎，我称你为完整。当你觉得一败涂地，我带你迈进得胜。不要把过去那些季节看作虚掷的岁月，那些日子正是我接下来要成就之事的地基。你正在踏入一个全新的篇章，那些差一点毁掉你的痛苦，将要化为见证，把你带向更高的境地。我所深爱的，你曾背住十字架走过流泪谷，但现在你将亲眼看见复活。你熬过了黑夜，而黎明正在破晓。你活住走出了旷野，应许之地就在眼前。不要小看你的挣扎，因为它已经把力量刻进了你的灵魂。不要小看等候，因为它已经让你的心与我的心校准对齐。不要小看伤疤，因为他们是你在我身边活下来的铁证。所以把目光抬起来，我的孩子，你没有被遗忘，没有被丢弃，也没有被拒绝。我在每一个季节都与你同在，此刻也与你同在。从前的忧伤将要翻转为喜乐，从前的延迟将要转化为成全，从前的试炼将要成为见证。我从未离开你，也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我所珍爱的孩子，既然我已经提醒了你我的同在，也让你知道你的挣扎不是偶然。现在我要嘱咐你做一件非常紧迫的事。此刻不是漫不经心的时候，不是分神的时候，也不是让思绪到处乱飘的时候。我正用永恒的权柄向你说话。如果你现在掉头走开，如果你把这些话当成又一个无关紧要的片段轻轻划过，你就有可能错过我在这个精确时刻为你的生命预备的一切。你一次又一次向我求记号，你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知道你与我同在，让我知道你听见了我，让我知道你没有把我忘记。我现在就在回应你，就在此刻。这些话本身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记号。但我也要提醒你，如果你忽略它，如果你转身走掉，如果你让质疑或分心把它偷走，你就有可能延误那份已经从天上释放的祝福。这是你旅程中一个神圣的交汇点。若你选择留下，选择倾听，选择把这些话珍藏在心底，你就会走进突破。
但若你轻看他们，你就可能与我早已预备好的祝福擦肩而过，浑然不觉。我的孩子，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刻有多重大。天上在你还没想到要开口之前，就已经驻守安排。天使已经各就各位，门已经推开，锁链也即将脱落。但你必须用信心，用专注来承接这话，不要让仇敌在这节骨眼上往你耳朵里灌谎言，不要让他告诉你这只是巧合，只是又一段普通的内容，要认清真相。一旦你真正领受了这话，那些在你生命中盘踞已久的坚固营垒就会坍塌。所以仇敌会千方百计让你走神，引诱你滑走，怀疑、否认，你要抵挡，守住这个神圣的时刻。有些瞬间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航向，而现在就是其中之一。你也许此刻还无法完全看清，但当你把注意力交给我，当你领受我的话，将来回望的时候，你会确认这就是一个转捩点。不要草率对待，不要放任心思飘走，把你的心稳稳地定在我身上。想想我的百姓曾经绕住耶利哥城走了6天，他们没有听见什么特别的动静，也没有看见城墙有丝毫松动。但我吩咐他们专注，安静顺服地一圈一圈走。到了第7天，当他们齐声喊，城墙轰然倒塌。如果他们在第6天就筋疲力尽，选择放弃呢？如果他们在最后一声呐喊之前就因为分心而散开了呢？他们就会与自己的神迹失之交臂。我的孩子，你现在所处的时刻，正是那第7天。那些在你生命中高耸矗立的围墙，那些看起来纹丝不动的障碍，就要倒塌了。但你必须坚持到最后一步，必须在这场神圣的约定里留下来。我正在此刻释放突破，你也许眼睛还看不见，但就在你聆听的同时，锁链正在断裂，恐惧正在松手，世代的咒诅正在失去效力。天使正奉我的差遣为你行动，把那些被延误的祝福带到你面前。不要转开，不要错失这一刻。正在发生的事不一定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来，这是你的时刻，是你被摆在对的位置上的时间，是你命定的终点。还记得毕士大池旁边那个人吗？他等了38年才等到医治。然而当我走到他面前，我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如果他在那一刻掉头离开，如果他对我的提问不屑一顾，他就会与站在他面前的神迹擦肩而过。现在我也同样问你，我的孩子，你要得痊愈吗？你要得医治，得突破，得释放，要领取那些你一直向我祈求的吗？那就留在我这里，好好听，不要让这一刻从你指尖溜走。我知道仇敌一直想让你相信什么都不会改变，你的祷告全部落了空，你注定只能停在原地。但我带助权柄告诉你，当你真正领受我的话，并且照住去行，一切都会开始翻转。这不是廉价的安慰，也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，这是天上的真实介入你的生命。但你必须选择相信，选择接收。想想你有多少次求我给你方向，却觉得我静默无语。然而此刻我正在对你直言不讳，把真理灌注进你的灵里。不要硬住心，不要让怀疑的声浪盖过我正在说的话。这不是随机，不是巧合，这是我。如果你现在走开，你就有可能延误那些早已写进你故事里的祝福。
我必须提醒你，分心是危险的。当你让世界的噪音盖过我的声音，你就失去了我所赐的清明。当你匆匆掠过安静的时刻，你就错过了我正在引导的平安。当你把我的话当作可有可无，你就截断了它所携带的能力。我的孩子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让仇敌偷走这一刻，守住你的专注力，因为此刻是神圣的。如果你已经把一切放在主耶稣脚前，就说：是的，主啊，我降服。想想马大，他被一大堆事物拉扯得团团转，而玛利亚坐在我脚前聆听。马大分了心，但玛利亚得住了那上好的福分。现在不要像马大一样被生活的焦虑拽走，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我脚前，用整颗心去听。因为我此刻给你的这份恩典，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是紧迫的。你长久祷告寻求的突破，正悬在你上方，准备倾泻而下。它需要你的专注，需要你的信心，也需要你愿意停留的心。不要错过，不要走开，不要让思绪四散飘荡。我正在直接对你说话。如果你此刻接住我，你将亲眼看见你一直等待的是成就。你曾含泪恳求，主啊，给我一个记号，这就是你的记号。你曾央求，主啊，对我说话，我正在说话。你曾追问，主啊，让我知道你仍然同在。我正在向你显明，不要忽略，不要把它曲解成别的东西，也不要让不信蒙住你的眼，让你看不见正在发生的事。你正站在你曾祷告祈求的那一刻，若你轻看它，就等然转身背对你一直在找的答案。我所深爱的，要把这话当珍宝收在心底，要像守护种子一样守护它，不要让空中的飞鸟，也就是那些分心，把它叼走，不要让怀疑的荆棘把它挤住，让它在你心里扎根，让它长出果实。因为你现在握住的将带出你难以想象的丰收。所以我再次呼唤你留下来，聆听，领受，不要错过，不要走开，不要离开正在展开的祝福。我就在这里，我正在说话。这是你的时刻，这是你的记号。如果你留在我里面，你离开的时候绝不会跟来的时候一样。我所深爱的孩子，因为你选择留下，因为你靠近了，以敬畏的心领受我的话语。现在我要向你敞开我应许的宝库，你要听仔细了，因为我不打哑谜。我说的是板上钉钉的话，而我所宣告的没有任何势力能推翻。这是突破的时刻，而且从现在就启动了。那些长久缠绕你的锁链正在断裂，压在你心头那无形的巨石，那些磅礴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，那些一波接一波卷土重来的恐惧、绝望和旧有模式，正在我同在的大能中被粉碎。你不再活在捆绑里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正在把自由倾倒给你。那个说你不够格的羞耻声音正在被踏声，那些企图用你的过去把你锁死的陈年枷锁正在一环一环地脱落。仇敌说你永远得不到自由的谎话正在被击碎。我的孩子，你正在迈入自由，正在踏进崭新的一天。那些曾经对你紧闭的门正在你眼前一扇一扇洞开。我知道你敲了一遍又一遍，却听不到任何回音。我知道你试了一次又一次，却撞上拒绝，
延迟和失望。但你要听好，那些门从前之所以关住，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。你以为我忘了你，其实我正在预备你。你以为我丢下了你，其实我正在幕后安排你看不见的布局。如今在这个季节，那扇无人能关的门正在大大敞开，你从未设想过的机遇即将出现在你面前。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人脉正在被串联，我正在荒漠里开辟道路，正在做唯独我能做的事。当它发生的时候，你会毫无疑问地认出这是我的手笔，医治正在朝你走来。这一刻，它要临到你的身体、你的心思和你的灵魂。我看见那折磨你的疾患，看见那挥之不去的疼痛，也看见那让你害怕明天的诊断报告。但我的孩子，我是医治你的主，我为你的痊愈承受了鞭伤。就在此刻，我的能力正在流淌过你，恢复正在被释放到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器官、每一个遭受攻击的部位。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把自己交给绝望，这不是你的终点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但我带来的医治不仅仅是肉体层面的，我也在医治你的心智，使你挣脱焦虑、抑郁和恐惧的纠缠。那些夜里思绪不肯放过你，恐惧死死扼住你胸口，绝望在耳边低吟，再怎么挣扎都没用的时刻，这一切我全看在眼里。现在我对你的心思宣告：平安，安静下来，领受我所赐的安宁。我正在打断那折磨你的恶性循环，正在平息你内心的惊涛骇浪。从今天起，平安将成为你的份。我也在医治你的心，那些深入骨髓的背叛、丧失和失望不会再给你下定义。我正在把膏油倒进你的伤口，修补那些你以为永远无法复原的裂痕。我正在使你重归完整，那些试图扎根的苦毒正在被连根拔起，那些压在你灵魂上的不饶恕正在被搬走。我赐你恩典去松手，赐你力量去饶恕，也赐你勇气从过去里释放自己，大步向前。你不再活在昨日的阴影底下，而是要行走在崭新的光中。我的孩子，我不只是要恢复你失去的，我还要加倍地祝福你。在你的人际关系里，哪里有隔阂，我要带来和好；哪里有孤单，我要带来同行的干探伴；哪里有破裂，我要带来合一。把你修不好的交给我，相信我能修复。我使人心对齐，使刚硬的心软化，也使仇敌想撕裂的重新缝合。在你的财务上，我正在疏通供应的管道。你所经历的匮乏，不是永远关闭的机会之门，也不是最终的裁决。我正在把恩宠释放到你身上，在减少之处带来增添，在不足之处带来丰盈。我正在教你信靠我是你的供应者，让你亲眼看见我是那位能使微小变丰富，使不足变绰绰有余的主。就像我用5饼2鱼喂饱了众人，我也要扩张你手中所拥有的，超过你所求所想。好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不知道你听完之后心里有什么感触？你是否也曾在某个深夜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遗忘，却在某个瞬间感受到了一股说不清的力量在拖住你？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经历和感悟，也许你的一句话就能成为另一个人黑夜里的光。如果这段话触动了你，请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正在经历低谷的人。
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亮小铃铛，这样每一次更新你都不会错过。我是穆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。